转转过，转动过，风被尽收拾可取。无鼓点，无打击，我无点自了气。呼气烟，炽火将，无责下手压。苏打豆一笔感伤，宿命感浓合。你与我都长余欢，一人心藏旧伤痕。也是无知此出现，拉出一段悠长旋律，古今几世纪星辰般。有情晨曦破绽，迂回从前看，情绪逐渐展开关，情绪逐渐展开，以为战斗像是在压抑眼泪。若问长夜知多少，几回尽付几回虚，或许泛情结沉默，或许晨光不再临。你的脚步看起来很沉重。渊哥，别在议事厅里吃。哦，这位就是萧周吗？晚辈凌萧周，是神医苏延清的弟子。看来你还很年轻。宗主，今年晚辈方满17岁。年纪尚轻，本座最欣赏的便是你这般胆识过人的年轻人。苏大哥，你当真决定让爱徒加入幽冥宗，成为幽冥使者吗？宗主，萧周乃是属下唯一的弟子，属下本可让他留在永月谷，潜心钻研医道。然而是这孩子主动请求随属下出谷，愿成为幽冥宗的一名使者。属下一路看着萧周长大，看着他一步步学有所成，如今他的本事在幽冥阁行医救治之事上也能帮上不少忙。与其让这一身本事只留在永月谷，倒不如让萧周在这里尽其所长。既然如此，本座便欣然收下了。多谢宗主，晚辈定不会让幽冥阁的任何人失望。宗主，恕属下打断。看来玄玉石有话要说，但说无妨。多谢宗主。原本一切都安然无恙，可待属下办完事情，再次经过那里时，原先还好端端的百姓竟全都消失了，当地没有任何遭到破坏的痕迹，就连他们的踪迹也无处可寻。原先还好端端的百姓，全都莫名消失了。当地没有任何遭到破坏的痕迹，也寻不到他们留下的踪迹。属下已派出数名玄玉使部众，在诺带了40处地方，以确认那些百姓是否别处。可不得村落的小镇土地，都从未接待过来自那里的客人或外来之人。他甚至还查看了几户人家和几间客栈，里面的茶杯中尚有未饮尽的茶水，桌上也还留着吃过的饭菜，仿佛所有人都是突然离开的一般。此事听起来确实有些古怪。约莫20年前，一处小村庄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。那时正逢暴雨倾盆，我与魏大人途经此地，便决定暂入村中避雨。尚未来得及歇息，全村百姓便如行尸走肉一般，朝着悬崖方向走去。我们一路跟随，待发现他们竟想纵身跳下悬崖时，便立即出手阻拦。只可惜，当时只有我们2人，能救下的人实在有限。我们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。可到了第2日，我们救下的村民竟再次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走向悬崖，最终还是坠入了深渊。宁大人可曾查出其中缘由？是魁渊门中人所为，此人名叫文素。青兰府及其周边数地皆属幽冥阁辖域，你派玄玉使部众前去查探，此举并无不妥。可直到如今，属下仍未查明其中缘由。或许凶手正是文系的传人。此事暂且交由玄玉使负责。宗主，属下还有一事要禀报。哦，既然如此，说来听听。同一趟途中，属下成功进入了太虚灵境，并取得了圣兽寒林的心脏，还让玄清宗折损了一名首席弟子。叶大人，你从太虚灵境回来已有将近2个月，为何直到今日才禀告宗主？
谢清深需要先行调息恢复，再向宗主禀报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况且叶姑娘也是玄玉使的人，本就该替林渊分担此事。我也有别的差事在身，魏大人。圣兽寒林的心脏确实极为珍贵，接收那颗心脏中的力量，可令真气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。你不是正准备开启第10道封印吗？圣兽寒灵的心脏于你而言更为需要，留下吧，好生利用此物。宗主，魏京深多谢您如此关照我这侄儿。还有一事，你当真确定要将自己的复仇之事牵扯进幽冥阁的事务之中？属下心意未改，家人的血仇，属下自会亲手了结。只是这几个月来属下所做之事，对幽冥阁同样有利。既如此，今日之议便到此为止吧。渊哥，这小子一直缠着我，非要跟你一道回去。那孩子怎么样了？我听说他已经醒了，你却没告诉我。你想必也忙，我自己尚且应付得来。只是他性子有些倔，所以我偶尔会罚他。你这人总喜欢随心所欲，不过还是小心些。那孩子的身体比婴儿还要脆弱，尤其不能碰他的腹部。如果碰了他的腹部，会怎么样？哦，你打过按过他的腹部？我有几次在去寒门之前，太监他曾试图攻击我，结果负撞到桌子上。什么？哎，你们两个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你这个口口声声说要照顾他的人，竟然还去按他的腹部。那个病着的有点疯，身体都成这样了，居然还敢主动攻击别人。若经此一遭，他还能起得了身，那才真叫我吃惊。一个玄清宗的弟子，究竟有何缘由，竟值得你护他至此？林渊也该告诉我了。师傅，咱们这是要去清风院吗？我得去瞧瞧那孩子的情形。兴许还能看出些什么。我如今还真有些好奇，你与那孩子究竟是何关系？他不过是我幼时的一位旧识。当真？若只是幼时旧识，那你为何还特意为他打造晨星诀？不过是以防万一。来时步履沉重，去时脚下生风。整整10年，你既不曾常驻清风院，也鲜少留在寒食门，总像是在四处寻觅着什么，却始终寻而不得。自从那孩子来了以后，莫说与你共饮一壶酒，便是想见你一面，如今都成了件难事。你喜欢他是不是？你此话何意？你倒告诉我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幼时旧骨，竟能让你为了他，不惜伤了魏景深？魏景深可是你唯一的亲人，这世上还有什么能比他更重要？有人说，喜欢一个人从来不需要什么理由，看来这话倒是不假。他不过是我幼时的一位旧识。从小我便最不喜欢与城里的那些孩子来往，看着他振道他数，想一直护着他。后来，又看见他日日做着那些枯燥乏味的事情，更让我忍不住把目光放在他身上。他让我忍不住想知道，望着江水究竟有什么意思，吃着冰冷的馒头究竟是什么滋味，又为何总是独自发呆？这世上，难道当真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抱怨半句吗？哪怕是玄清宗伤他至此，他也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等你找到答案之后，接下来又打算做什么？我还没想过。往后还是待他温柔些吧。若换做旁人，早已死在你手里不知多少回了。也亏得那孩子求生的念头够强。师傅，你们方才说的是谁啊？一个谢林渊喜欢却还死活不肯承认的人。师傅，您当真要娶玄清宗那位姐姐吗？她可凶得很呢。怎么，你不赞成？师傅，您若真想娶她，我哪里拦得住你？你这小子还小，大人的事少操心。